他是一个名声臭到家的政客，恨他的人能绕地球一圈，连他自己都清楚，早晚有人要送他去见上帝。为了活得久一点，他几乎把德国的安保系统玩出花来，出行排场大得跟国家元首似的，2车保镖打头阵，军警资源随叫随到，不让任何意外接近他哪怕半步。他基本不下车，就算必须下车，10秒内就要从防弹车钻进建筑物。可惜再缜密的安保也比不过一颗子弹的意志。FBI 往远方一看，视线里只有一栋模模糊糊的高楼，什么都看不清。画面拉近，窗户那里闪着诡异的光。几分钟后，德国警方杀气腾腾地冲上那栋楼，撞门破窗，气势汹汹地冲进房间。可一通搜查下来，只在床底发现一个定时炸弹。德国情报局算出了精密测算数据，这次的开枪距离是3815米，子弹要飞6到7秒，这意味着枪手必须提前预判政客在哪，向未来开一枪。这不是普通的枪法，这是在和物理定律博弈。更离谱的是，杀手只被拍到2次，一次是枪响后不久他离开大楼的背影，另一次是在前一晚他已经混进了政客的办公楼，还伪装成一名在那里干了多年的清洁工。那栋大楼有脸部识别系统，但他竟然能骗过科技，不得不说这人是把伪装练到了骨子里。当然，就算他演绎得像鬼影，也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。时间拨回到枪击前一天，德国慕尼黑，一个年迈的清洁工被发现死在沙发上，一个男人悄无声息地坐到他身边，从死者胸前口袋里拿出一包烟，顺手塞进了自己的口袋。这个男人长得和死者一模一样，不止长得像，就连穿着都一模一样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豺狼。他几天前就开始盯上这名清洁工，在他身上装了窃听器，录下他的说话方式。这天晚上，就是豺狼登台演出的时候，他照着清洁工的路线搭了公共交通，一路走到政客的办公楼门前。门口的大屏正播放着政客激情满满的演讲。抽完最后一根烟，把烟头按灭，走进大楼。他照着清洁工的日常，搭电梯去了目标所在的楼层。这楼层保安只有一个。豺狼一进楼，就看到政客的儿子和一名公司高层还在加班。他没多看，推车推进了一个小房间，拉上百叶窗，打开吸尘器的声音当背景音，然后开始组装枪支。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，意外还是来了。保安听到房间的声音，过来查看。此时豺狼刚好打开门走出来。豺狼从上方锁定了目标的运动轨迹，来到目标面前的时候，豺狼却只是对着他的腿开了一枪。他的目标不是这个儿子，而是利用他当诱饵，引出真正的猎物。几小时后，豺狼已经安全回到了自己的藏身地。他站在镜子前，把伪装一点点撕下，假胡子、假皮肤、假瞳孔，连牙套都摘掉。他露出一张毫无攻击性的脸，还轻轻笑了一下。第二天上午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玻璃窗被提前卸下，阳台插着一个小风车，用来判断风向。他打开那个看似普通的行李箱，开始拼装一把狙击枪。枪管藏在拉杆里，子弹藏在轮子中，连枪身的骨架也被伪装成箱体支架。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能骗过所有安检设备，而他的目标也正一步步按他的剧本入局。原本政客为了避免风头太紧，计划在选举结果出来前都不出门，但儿子中枪的新闻一出，媒体和选民就炸了。为了挽回人设，他必须去医院看望儿子。这一切，这是豺狼早就算好的。在开枪之前，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，调试瞄准镜。他锁定了医院附近唯一可供射击的位置，而那栋楼上的士兵正紧张地望着远方。这个距离，发枪声根本传不过去，于是果断试了一枪，发现偏差太大，又换了一颗子弹，重新校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可以写进教科书。他一枪命中目标，然后在不到3分钟内把枪支迅速拆解，装进行李箱，重新换装，买好炸弹，启动大楼的火警警报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出门，坐上早已准备好的车。他早就知道所有警力都会集中在医院，而不是枪击来源地。就算有警车风驰电掣赶来，也赶不上他用双脚走完的几千米。当警察气喘吁吁地赶到事发大楼，他早已在停车场换好第2辆车，引爆了第1辆，掩盖了所有痕迹。下午，阳光刚刚变得柔和，他已经换上西装，出现在慕尼黑附近的纽伦堡。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名优雅的国际象棋收藏家，去买了一副价格高得离谱的象牙棋盘。夜里，他来到德法边境，前方的关卡比往日严格数倍，警察严阵以待，而他早就换好了假护照。他开着车，迎着探照灯的照射，主动递上材料，接受检查。警察检查了他的车，翻找了他的行李箱。豺狼特意把一个精致的盒子放在副驾，里面装着他刚买的象牙国际象棋。这东西有点敏感，却不是违法，反倒吸引了警察所有注意力。他就这样被放行，仿佛只是一名贵族爱好者。豺狼顺利逃过了德法边境的盘查，下一站他要去的是巴黎。
此刻的巴黎，豺狼混在人群里，像一个刚从瑞士滑雪度假归来的中产精英。他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，没有人注意到他。他心里很清楚，现在不是庆祝的时机，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没完成——收钱。他没有多耽搁，很快就赶到了里昂火车站，在一处角落找到了一家网吧，先用自带的黑客 U 盘覆盖原系统，然后启用一个临时操作系统。如此一来，机器不会留下任何他的上网痕迹，界面一如既往的冷冰冰。他发出了催款消息，几小时过去，对方终于回复了，款项将在24小时内到账。作为杀手，他从不信任等。就在这时，一条新信息弹出，又有一笔新订单找上门了。这不是普通的活，信息的发送方显然知道他刚完成了一次全球震动的狙击任务，于是开门见山，直接表明对方是看中他这次行动的执行力和名气，想请他再干一票豺狼。没有立刻答应，他不像那些刚出道的杀手，靠着高调混圈，他是靠隐匿和纪律活下来的。对方提出要见面，豺狼拒绝，可对方又直接开价1000万美金。钱给的太多了，所谓原则其实也是可以妥协的。豺狼提出线下见面费为100万美金，一半定金，一半见面后付清，双方都可以选择后续不合作。这个客户竟爽快答应了。他没立刻启程，而是又坐在网吧里等到天黑，直到客户给到见面费之后，他才出发启程，踏上火车，驶向约定见面的地点。这一回，见面地点选在瑞典某个鸟类保护区。这个地方，豺狼很喜欢，不是因为安全，而是因为那里的鸟。他曾在那边短暂停留过，对这个区域很熟悉。山林环绕，溪水潺潺，平时几乎没有游客，只有几种迁徙鸟类栖息。豺狼爱看鸟，他甚至在闲暇时会画鸟，那是他极少数还保留的人类情感。预定那天，客户如期而至，是一位女性只身一人来到豺狼指定的观景木屋。豺狼早已守在不远处，盯着他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等确认无误，他才悄无声息地走进小屋。他只能听到他的声音，男声，略带英伦口音。这就是豺狼所能提供的最大信任额度。两人并未寒暄太多，客户把任务说了出来。他要豺狼刺杀的目标是全球最具争议的科技领袖之一，外号 UDC。一听到这个名字，豺狼的脸色都变了。UDC 不是谁都能碰的。这个人年轻时创办了一家信息科技金融公司，从虚拟货币到国际清算系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，是金融时代最具破坏力的技术大佬。他的粉丝全球上亿，他的推文可以搅乱股市甚至政治格局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最近推出了一项极其激进的软件系统，声称能让全球所有高额金流的流向公开透明。这对跨国资本黑钱交易、权力寻租者都是末日预警。表面上这是对金融黑暗势力的一次公开宣战，实际上却为他引来了无数杀机。豺狼一听完任务目标，立刻提出加价，他要1亿。客户没当场答应，只说要回去请示上层。这场简短的会面就此结束。回程路上，豺狼没有多想，他知道自己这次动的是众神的奶酪。几天后，豺狼离开了北欧，驶向西欧的最南端，西班牙的加的斯。这是一座面朝大西洋的小城，阳光灿烂，空气中带着咸味的海风。这里藏着豺狼为数不多的真实人生。一栋依海而建的豪华别墅，院子里种着野玫瑰，泳池边堆着儿童玩具。豺狼开门进入，没有钥匙，却轻车熟路。他像回自己家一样，径直走向泳池。一个女人惊讶地转过身，看到了他，是久别重逢的喜悦。是的，这个女人就是豺狼的妻子。你没听错，杀手也有家庭，她就是那种把双面人生过得滴水不漏的人。她是当地人，他们有一个儿子，金发碧眼，长得像极了他小时候。豺狼在家里过得安静而规律，他会亲手给儿子做木雕玩具，也会陪妻子在阳台喝茶。拍照的时候，他总会低头避开镜头。妻子早已习惯了他的奇怪习惯，不准拍照，不准替家人出差，永远联系不上。有时他会怀疑，但只要他在家的时候能好好陪伴他，就装作不知道。家里的阳光是温暖的，饭是香的，妻儿的笑容也是真实的，可尾款仍旧没到账。他知道这种等尾款的感觉比潜伏还难熬。一次暗杀行动，技术可以准备，时间可以控制，唯独最难掌握的是人心。雇主既然能给出1000万美金的预付，就也有可能放你鸽子，或者干脆做掉你。豺狼知道这个圈子从来没有安全2个字，他再次发消息催款，这次对方终于回复。那一刻，他知道麻烦可能真的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对这段豺狼的旅程有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聊聊你的观点。你觉得他是英雄还是逃犯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开枪吗？别忘了点个赞，关注我。下期我们继续聊聊那些被忽略掉的高智商犯罪故事，或者你想听哪部电影的解析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见。